今天我们要来深度解析一本，可以说是顶级成功人士的残酷自救手册。它的核心来自一个几乎毁掉一切的人生转捩点。它告诉我们要怎么样用痛苦加上反思这个公式来彻底重写你我的人生程式。欢迎来到阿冷的书房，我是你的阅读领航员阿冷。我的使命其实很简单，就是把这些有点硬、有点难懂的健康、理财自我成长的书，把它们拆解成你每天都能派上用场的实战策略。好，那准备好了吗？我们就从一个真的会让人吓一跳的人生谷底开始说起。好，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是华尔街公认的天才，你创办的公司桥水，是市场上最亮的一颗星，但就在一夕之间，你最自信的预测错得一败涂地，你赔光了所有客户的钱，还得亲手一个一个解除那些你视为家人的同事，最后公司只剩下你一个人。最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居然还得低头跟你爸妈开口借4000块美金才能活下去。这不是什么电影情节哦，这是全球最大避险基金桥水的创办人瑞·达利欧他本人的真实经历。他就是用这句话来形容当时的感觉，那种公开被羞辱的感觉，几乎把他整个人都给毁了。好，那问题来了，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达利欧是怎么从一个大家眼中闪闪发光的天才，在短短时间内就这样从神坛上重重摔下来的？我们来快速看一下这条崩溃之路你看达利欧在70年代创办了桥水，到了80年代初，他已经是华尔街的当红杂志机了。然后1982年，墨西哥真的债务违约了，他当时心里一定想，看吧，我的理论完全正确整个自信心爆棚到不行。他真的以为自己掌握了经济运行的真理，结果呢，市场马上就给了他一记超级响亮的耳光。而且关键就在这4个字，绝对肯定。你想想看，他不是私底下跟朋友说说而已他是跑到美国国会去作证，还上了全国性的电视节目，跟全美国的人宣告，大萧条绝对要来了。这种完全不给自己留后路的自信，就让接下来的失败变成了一场全国直播的公开处刑。但是最神奇的地方来了，就是这场几乎毁掉他一切的失败，不但没有击垮他，反而成了他这辈子收过最棒的礼物。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份巨大的痛苦催生出了一个黄金公式，一个改变他后来所有事情的公式。这句话真的太深刻了，他才意识到原来这场惨败给了他一样他以前从来没有却最需要的东西，那就是谦逊。这份痛苦让他从一个超级自大，觉得我就是对的年轻人，彻底转变成一个会反思、会问问题的思考者。所以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整本书最核心的黄金公式：进步等于痛苦加反思。达利欧终于搞懂了，当你想要挑战极限、做点大事的时候，失败跟痛苦根本是躲不掉的。最成功的关键根本不是不要犯错，而是你懂不懂得如何正确的失败。也就是说，你能不能从每一次的痛苦里提炼出真正宝贵的教训？你看，他的整个思考模式可以说是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他从过去那个满脑子都是我知道我是对的人，变成了一个永远在问自己我怎么知道我是对的人。你别小看这个问题的转变这就是他后来人生的一个重生的起点。好，光有领悟还不够，对吧？那达利欧是怎么把这个想法变成一套可以实际操作、可以不断重复的系统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他用自己的血泪建立起来的进化5步骤。这就是那个让他不断进化的循环。第一步很简单，设定超级明确的目标。第2步，勇敢的面对，找出那些挡在你路上的问题。第3步，这一步最关键，你得像个医生一样去诊断问题的根本原因，而不只是处理表面症状。第4步，设计出一套解决计划。最后第5步也是最难的，就是拿出毅力把它执行到底。你只要跑完这一轮，恭喜你，你就进化了一次。听起来好像蛮简单的，对吧？1、2、3、4、5。但问题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都做不到？
那是因为在执行这个流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2个可以说是人性里最根本、最巨大的障碍。没错，就是我们大脑里可以说是内建的2个 bug。第一个是我们的自我意识，说白了就是那该死的面子问题了。第二个是我们的思维盲点，也就是那些我们自己打死都看不见的弱点。达利奥就发现这2个东西加在一起，会让我们死都不承认自己的弱点，也没办法客观的去看待这个世界。结果呢，就是让我们一直卡在一个重复犯错的回圈里出不来。那要怎么办呢？为了解决这个大问题，达利欧就发明了一套我觉得超级天才的系统，叫做可信度加权决策。这听起来很复杂，但简单来说就是你要刻意去找那些比你懂、比你有经验，特别是那些跟你意见完全相反的人，然后你要给他们的观点更高的权重。这样一来，你就能等于是借用他们的眼睛来看穿你自己的盲点。那具体要怎么做呢？他给了几个策略第一，去找那些最聪明但跟你意见完全不同的人。记住不是去跟他吵架，是去搞懂他为什么那样想。第二，要勇敢承认这件事我不懂，不要不懂装懂，急着下结论。第三，把你做决定的原则一条一条写下来，把它系统化，这样才能不断测试跟优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永远要控制好风险，确保你不会因为一次的错误就直接 game over。 好，讲到这里，你应该可以感觉到达利欧的这些原则真的就像是一份礼物，一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拿来用在自己生活里的工具。所以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条通往进化的道路到底该怎么走。让我们再回到这个最核心的观念，记住，成功的关键从来都不是去证明我是对的，而是去努力找到什么才是对的。而要找到真相，最快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去理解那些跟你看法完全不同但又非常聪明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思考的。这真的需要极大的谦逊跟智慧。所以今天最重要的 take away 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你必须重新定义你对失败这2个字的看法。记住，每一次让你感到痛苦的失败，它都不是一个句点，它是一个机会，一个让你从中提炼出一颗宝石的机会。而这颗宝石就是一条新的原则，它会保护你，确保你未来不会再犯下一模一样的错。那么在最后，我也想留给你一个问题，你可以花点时间想一想，你最近一次感到的痛苦是什么？不管是在工作上、人际关系上，还是学习上，你想想看，那份痛苦有没有可能成为你下一颗闪闪发亮的宝石呢？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分享，觉得对你有帮助，请帮我按个喜欢，这真的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然后也别忘了订阅阿伦的书房，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在我每周带给你这种含金量满满的书籍分享，你才不会错过。好，我们下次见。